Hello，大家好，我是 TC， 欢迎来到 TC 马股投资 YouTube 频道，观看我第36集的 TC 讲股。这支影片呢，将带大家一起来了解由前首相敦马哈迪的长子所管理，而且即将上市的 EMS 公司 Betamac。那么这个影片的内容呢，就有包括 Betamac Berhad 的 IPO 详情、资金用途、业务简介、过往业绩、业务分布、财务数据、它的 Cash Flow、Major Customer Suppliers、股权分布、大股东简介、未来计划，还有其他资讯。在影片开始之前，要邀请你点击影片下方蓝色的 Join Button， 加入我的会员，观看专属影片和文章。这个影片里面所有的内容资料仅供参考，还有交易用途，绝对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请大家买卖自负，任何风险及亏损，本人一概不负责。Betamac的 IPO 价呢是50 cent， 以这个价钱计算，它的市值为225个 million，PE 为 16.7。Betamac 的 Stock Code 呢会简称为 BETA， 所以 BETA 即将在马股的 ACE Market 创业板上市。它的 IPO 在2022年9月28号就已经开放预购，并会在10月7号截止预购。它会在10月12号进行 balloting， 并在10月26号正式上市。BETA将通过这个 IPO 呢筹到33.75个 million， 那么以下就是它这笔资金的用途。其中的10个 million， 也就是占最多的 29.6%， 会用来偿还贷款， 20.7% 7个 million 呢会用来做 R&D 研发新的产品， 6.5个 million 拿来扩建它的 office 还有 warehouse， 3.85个 million 作为 working capital， 3个 million 拿来买新的器材，剩下的 3.4个 million 呢是它这次上市的费用，所以总共呢它就会筹到 33.75个 million。Betamac Berhad 是一家 EMS 电子生产公司，专注于开发及生产供应给汽车领域的定制电子零件，绝大部分的营业额呢都是来自这个单一顾客 Perodua。那么 Betamac 这个公司呢，在1989年就已经成立，目前的总部是位于雪兰莪的万饶 Rawang。那么这个是 Betamac 的商业模式。从这个图我们可以看到 ，Betamac 的角色呢是在中间这个 EMS Solutions Provider。它会跟它的供应商呢拿一些原料，然后进行生产和组装，然后供应给 assemblers 或者 manufacturers。那么这里指的是呢都是 automotive 的汽车生产商，最后再把这个汽车交给 end users。那么 Betamac 呢就有从事汽车电子零件的设计开发、原料采购、生产、组装，还有一些售后服务。那么它的产品主要都是汽车的装置和零件，包括汽车电子系统、HDMI 插头和电缆、USB 的充电器、车镜的开关、电池开关、插座、冷气控制面板等等。那么其中生产比较多的产品呢是这个 Car Infotainment Systems， 也就是像我们大多数车中间的这个电子控制系统，好像右边这个图一样，控制你的 Radio、USB、Bluetooth、GPS 等等。接下来我们看一看 Betamac 在过去4个财政年的业绩。那么 Betamac 的财政年呢是从4月到隔年的3月，也就是说2022财政年呢是从2021年的4月到2022年的3月。那么这图我们也看到 Betamac 在过去4年营业额都是保持在130个 million 左右，而 Gross Profit Margin 在过去3年是 20% 以上，最新一年呢下跌到 18.40%。它的 Net Profit Margin 呢在2019年有 18%， 之后跌到单位数，然后在最新一年回到 10%。那么在详细去讲评它的业绩之前，我们来看一看它的业务分布。Betamac 把它的产品分为2大类，分别是 Vehicle Audio and Visual Products 还有 Vehicle Accessories。那 Vehicle Audio and Visual Products 呢，就是包括我刚刚跟大家讲的 Infotainment System， 还有一些 Audio Video Accessories， 还有 Reverse 的这个照相机。而 Vehicle Accessories 呢，就是其他的零件，包括这一个 Aircon 的控制面板、镜子的这个电子开关、USB 充电器，还有插座等等。这个浅蓝色 Vehicle A&V 的 percentage 是这个 Vehicle Audio and Visual Products 在那一年所占的这个营业额，所以占它营业额比较大部分的产品呢，是来自这个 Vehicle Audio and Visual Products， 在过去4年呢，都占接近80%。甚至在最新一年呢超过80%，而另外的20% 呢就是由 Vehicle Accessories 贡献。在过去4年所有的营业额呢都是来自本地马来西亚，而它的报告呢是没有透露各种产品的 Gross Profit Margin。接下来就讲一讲它过去4年的这个业绩讲评。
而他们2020财政年的营业额130.73个 million 呢，是比上一年成长了3.3%。那么它两个主要业务的这个营业额都成长。那么在当年呢，新车型的推出就带动了公司产品的需求量，包括这个 Perodua 的 Arus、Beza、Myvi 以及 Daihatsu 的这个 Terios。来到2021年呢，它的营业额是稍微下跌0.7%，其中 AMV 的营业额是成长的，但是这个 Accessories 的营业额是下跌。那么在当年的这个新车款，包括 Perodua Ativa、Elza， 还有它这个 Audio and Visual 的订单呢是增加的，而冷气面板的订单呢是下滑的，拉低了 Accessories 的营业额。来到最新一年的2022财政年，它的营业额按年成长3.8%，是过去4年最高的营业额。这年的营业额主要由 Audio and Visual 的这个营业额带动增长，但是 Accessory 的营业额仍然下跌。在2022财政年，我们大马政府就有提供这个汽车销售税减免，那么这个使 Perodua Ativa 的订单增加，帮助公司的这个业绩成长。接下来我们看一看 Gross Profit。2020财政年，它的营业额虽然上升，但是 Gross Profit 是下跌的。它的营业额从126成长到130个 million， 但是 Gross Profit 从33.8个 million 跌到26.8个 million。它的 Gross Profit Margin 呢也跌了6.2%， 从26% 跌到20%。所以这一年呢，原料价格、员工薪水还有租金呢都增加。关于这个租金呢，就是它在2020财政年就开始装修他在 Rawang 的这个工厂，那么这导致呢，他就要去租一个别的地方来代替他正在装修的这个位置，所以就有一个租金的 expenses。那么2021年它的营业额是稍微下跌，但是 Gross Profit 和 Gross Profit Margin 呢就成长 ，Gross Profit Margin 是上升2.82%的。那么在这一年 Perodua Ativa 这个车款的新产品 Margin 是比较高的，而且当年原料价格也有所下跌，所以就让它的 Gross Profit 有所成长了。来到2022财政年，它的营业额是上升，但是 Gross Profit 下跌，跌到剩下24.53个 million， 是过去4年最低的 Gross Profit。它的 Gross Profit Margin 呢也下跌4.88%， 跌破了20%，来到18.44%。那么这一年全球半导体短缺，就导致了这个半导体的原料价格上涨，所以让公司买这个原料呢就多了很多 cost， 导致它的 Gross Profit Margin 下跌。在2020财政年，营业额虽然是上涨，但是 Gross Profit Margin 下跌，盈利也下跌52.6%。Net Profit Margin 呢只有8.32% 了。那么这一年它的 Admin Expenses 增加了1.4个 million， 那么其中包括 Staff Cost 增加了0.4个 million， 还有 Professional Fee 呢多了0.6个 million。这个 Professional Fee 呢是因为它装修这个 Rawang 的工厂，所以就有一些装修咨询的费用。那么在这一年呢，它还有4.53 million 的资产报销 Plant and Equipment 的 Return Off。那么在2021财政年，它营业额下跌，但是 Gross Profit 还有 Net Profit 是上升的 ，Net Margin 也从8.3% 上扬至9.4%。那么在这一年，它就有0.81 million 的 Disposal Gain， 有0.77 million 的 Provision Reversal， 属于一次性盈利。那么在一次性的亏损方面呢，它就有3.83 million 的这一个资产报销 PPE Return Off，还有2.38 million 的股份投资亏损，也就是说，他买一个 market 的 securities 有亏了2.38个 million。此外，2021财政年呢，因为他装修这一个 Rawang 的工厂，所以导致它的 depreciation 增加0.6个 million。2022财政年，它的营业额成长 ，gross profit 下跌，但是盈利呢是稍微上升的。那么这一年它的 net margin 呢就再上升到10.1%。这一年有0.43 million 的 provision reversal， 有0.53 million 的 forex gain。这一年它的贷款增加，所以利息费用呢也增加了0.53个 million。此外，这个 depreciation 呢再度增加1.3个 million， 这比去年的增幅还要大的。同样也是因为它这个装修买了很多新的机器，需要做 depreciation。那么这一年它的 taxation 也相对来说比较低。这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数据哦。这个就是它过去4年的 profit before tax， 所以它最新2022财政年的 profit before tax 是 17.3 个 million， 它的 income tax expense 呢只有 3.8 个 million， 比起过去4年所交的税呢都还要低。那么这主要是因为它在过去3年有很多 non-deductible 的 expenses， 所以就让它的 effective tax rate 呢比较高。
像是在2021财政年，它的这个 tax rate 就高达35.9%，是远远高于这个 statutory 的 tax rate 24%的。所以在最新的一个财政年呢，比起过去3年，它的税务是可以比较少的。那么上面呢就有讲了很多它的这些一次性盈利还有亏损，所以这边呢我就直接做一个 table， 清楚的列出来给大家一次过看清楚了。这个是 Betamax 在过去4年的这个盈利数据。所以第一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 depreciation 在2021财政年开始呢就上涨很多，在2019跟2020只有接近2个 million， 然后2021 2.65个 million， 然后2022年呢就上涨到 3.9个 million。 那么这个主要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工厂装修，买了新的机器和器材，需要做 depreciation。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它的 taxation 在2022财政年是比较少的，只有 3.8个 million， 比起过去3年都还要低。那么在2020跟2021财政年呢，它是有比较高数额的 impairment loss， 分别是 4.53个 million 还有 3.83个 million。 而在2022财政年呢，虽然没有 impairment loss， 但是它有 0.5 million 的 forex gain， 还有 0.4 million 的 other gain。 所以如果我们从 net profit 扣掉这些 forex gain、impairment loss 还有 other gain 或者 loss 的话呢，最后这一行呢就是它 adjusted 的 net profit。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些一次性盈亏拿掉，其实它最新一年的盈利只有 12.53个 million， 是比过去3年都还要低的。接下来看一看 Betamax 的财务状况。Betamax 在过去4年 total asset 都是增长的， total liability 也增长，然后 total equity 呢也是增长，在最新一年呢 93.43个 million。 而它的现金呢在最新一年有 15.88个 million，它的债务在过去4年都是成长的，最新一年的债务有 31.31个 million。 那么这个主要就是因为它跟银行贷款来装修它的这个工厂了，所以呢这也导致它从一家2020年净现金的公司，在2021年转成一个净债务 net debt 的公司。截至2022财政年呢，它的这个净债务水平是 15.43个 million。它的 trade receivables 呢是保持在16个 million 的水平，它的 inventories 在最新一年呢就买了很多货进来，有 55.87个 million 的 inventories， 比过去3年的40个 million 以下高。接下来我们看看 Betamax 的 cash flow 现金流，这个是它过去3年的 operating、investing、financing 的 cash flow。那么它的现金呢，在2021年是减少 13.24个 million， 2020年增长17个 million，然后最新一年呢只增长 1.57个 million。 所以现在我们就去看它这3个 operating、investing、financing 的这一个 cash flow 了。首先它的 profit before tax 在过去3年都是15到20个 million 之间，而它的 net cash from operating activities 呢都是 positive 的，但是它这个 operating cash flow 呢就跟 profit before tax 不成正比，主要都是一些 working capital 的变化。首先它在2020跟2021财政年有这个 PPE 的 return off， 所以这一个钱呢其实是没有亏出去的，所以在 profit before tax 上面要加回来。那么剩余的呢就是 inventories、payables 还有 receivables 的变化。在2020财政年它的 inventories 都是流进来钱，都是卖货出去， receivables 也是钱流进来收回 3.8个 million。 在2021财政年呢，它是在 receivables 这边流出去 10.66个 million， 而在2022财政年呢，虽然 payables 和 receivables 都流进钱，但是它花了17个 million 呢来买货，所以它过去3年的这个 net cash from operating activities 都是 positive 的 which is quite good 啦。而 investing cash flow 方面呢，它的钱都是流出去的，甚至在2021财政年流出了29个 million。 所以第一个，它在过去3年有买这个 intangible asset， 在过去2年呢是比较高数额的，也就是它跟合作伙伴要给的这个 partner fee， 一起研发一些新的产品。那么这个 investing cash flow 最主要流出的钱呢，就是在这个 purchase of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也就是他为他的这个 Rawang 工厂做装修所花的这个钱。那么在2021财政年呢，他就花了 26.89个 million 来做 capex 了。那么此外还有卖掉一些器材，有拿回一些钱。所以 investing 这一块呢，它都是花钱来买器材和翻新它的这个工厂。financing cash flow 方面，它在2020跟2021财政年是流进来钱的，但是2022财政年呢是流出去8个 million 的。所以在过去3年呢，Beta 是有派 dividend 给自己的股东，
在过去3年分别派了7个 million、6个 million 还有7个 million， 所以过去3年加起来呢就是派了20个 million 的 dividend。而为了需要资金去翻新工厂，公司在2020财政年还有2021财政年就分别借了11.8个 million 还有11.4个 million。而在2022财政年呢，它就没有继续增加新的 borrowings 了。所以整体而言，Beta 的这个 operating cash flow 钱都是流进来的，主要只是因为一些 working capital 的变化。而 investing activity 上面呢，它就有积极的花钱来做 capex， 还有升级它的这个 Rawang 的工厂。financing 方面呢，它就在过去3年都有派 dividend， 然后在2020跟2021财政年是因为跟银行借钱，所以钱流进来，2022财政年流出去。所以以整个年份看来呢，2021财政年因为花了29 million 来做 capex， 还有给了一些 dividend， 所以它的这个钱是流出去13.24 million 的。那么2022财政年呢，只是流进了1.57个 million， 是因为它花了接近17个 million 来买 inventories，花了4.5 million 来做 capex， 还有给了7 million 的 dividend。这个是Beta以它的 IPO 价50 cent， 还有2022财政年的数据所计算的基本面数据。它的 PE 呢是 16.7， 但是如果你撇除掉它的 forex gain 的话呢，它的 PE 是 17.96。Current ratio 3.85， Debt to cash 1.97， Debt to equity 0.34， Price to book value 2.41 倍， ROE 有 14.42%， 排除掉 forex gain 的话是 13.41%。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 Beta 的 major customers 还有 suppliers。 那么这个是 Beta 在最新一年2022财政年的主要客户。那么这可以看到3个 Perodua 的字眼， Perodua Manufacturing、Perodua Global Manufacturing 还有 Perodua Sales。所以这3个呢都是 Perodua Group 旗下的子公司。那么这3间公司分别占了2022财政年的 51.4%、37.6%还有6%，所以加起来的话呢就是95%。而这3间公司跟 Beta 的合作关系呢也是非常的长久，其中 Perodua Manufacturing 呢甚至合作了28年，所以 Perodua 呢就是公司最主要的这个单一客户。那么第4个 major customer 是在马来西亚有上市的 HIL Industry Berhad。第5家是一家私人公司 Cipro Plastic。那么这2家公司呢是 Perodua 所委任来供应他们 plastic parts 的公司，所以这2个客户呢可以讲是受 Perodua 指定一定要跟 Beta 买货的2间 plastic parts 的公司。而这5个 major customer 呢就占了 Beta 2022财政年 98.5% 的营业额，所以 Beta 呢是绝对有很高的这个依赖大客户的风险。那么 since Perodua 是 Beta 的最大的客户，这边就来讲一讲 Perodua 跟 Beta 的一些关系。Beta 在1994年呢就获得 Perodua 委任供应他们第一个看旧车型的音响系统。那么在1994年开始呢 Perodua 的每一个车款都有 Betamax 的参与，所以在过去4年 Perodua 所贡献的营业额呢都是占 Betamax 的总营业额超过 90% 的。在产品量产之前 Perodua 是会到访 Betamax 的工厂去勘察的，而 Perodua 的管理层呢每一年也会到公司到访1到2次，所以可见他们的这个合作关系呢是非常的紧密。这个是 Perodua 从2015年到现在在马来西亚所卖的车辆数量，而 Perodua 呢也是我们马来西亚车辆的 market leaders， 销售量最高的车行。在过去7年 Perodua 销售量最高的是在2019年高达240千个 unit， 然后在2021年呢就下滑到190千个 unit。 那么截至最新有的数据呢，2022上半年 Perodua 是卖了127千辆车。这是2022年7月22号关于 Perodua 的新闻。这边可以看到，在7月头 Perodua 就公布讲它已经有了超过200千个 bookings， 而这个 Perodua 的 CEO Dato' Zainal Abidin Ahmad 呢就跟媒体讲说，现在他所看到最新 updated 的 bookings 呢是有243千辆。那么在之前呢 Perodua 就有为2022年设定了一个244,800辆的 sales target， 而这个 sales target 如果成真呢就会是破新高的一个记录。那么这个新闻还有讲到，如果目前他们的生产效率够快的话呢，那么有可能在2022年呢会超过280千辆。这个是 Beta 2022财政年的主要供应商，有3间来自中国，1间来自香港，还有1间来自大马。那么最主要的这个 supplier 深圳中控 Technology 呢，
公司是有跟他一起成立这个 partnership 来研发汽车零件的产品的。而 Beta 跟这些 supplier 所拿的货主要是 IC、LCD 还有 camera 等等的产品。而这5个 major supplier 占了2022财政年 purchase value 的 53.4%。接下来我们看一看 Beta 上市过后的股权分布还有管理层的简介。Betamax 的最大股东呢是一间控股公司 Iskandar Holdings， 持有 Beta 72% 的股份。那么这个 Iskandar Holdings 呢其实就是老板 Managing Director 的控股公司。那么接下来 1.2% 是由公司的 Executive Director Muhammad Fauzi 所持有， 4.8% 由 Eligible Persons 持有，也就是公司的其他 Directors 还有一些对公司有贡献的人。7% 会经过 Private Placement 给一些指定的投资者， 10% 由其他的 Public Shareholders 持有， 5% 会通过这次的 IPO 进行 Public Balloting 卖给大众，其中 2.5% 给 Public， 另外 2.5% 给 Bumi Putra。再就来介绍 Betamax 的最大股东兼 Managing Director Mirzan bin Mahathir， 他就是我们的前首相敦马哈迪的长子。那今年64岁，他是 Betamax 最大的单一股东。他通过刚刚那间控股公司 Iskandar Holdings 持有 Betamax 72.0% 的股权。他在1982年呢就在英国毕业于 Computer Science， 1987年就在美国毕业于 Business Admin 的 Master Degree。Mirzan bin Mahathir 呢并不是 Betamax 的创办人，他的创办人有2个。那么在1993年，其中一个创办人就邀请了 Mirzan bin Mahathir 入股公司，并且成为 Director 之一。那么这个创办人呢已经在2016年去世了。Mirzan bin Mahathir 呢，目前是持有大约30家公司的股份，比较多都是一些私人公司的股份啦。那上市呢，就有在这个 Lead Market 的首饰公司 Aurora Italia， 他也是 Aurora 的 Non-Executive Chairman， 他持有他 7.8% 的股份。此外，他还是 Petron 的这个 Non-Executive Director。这个 Petron 呢，指的不是马来西亚的这个上市公司，而是在菲律宾的这个总公司。然后 Petron 是在菲律宾最大的这个上市炼油公司。虽然他是 Director， 但是他没有持有 Petron 的股份。那么他之前曾经任职但是没有持股的公司呢，就有包括 One Glove， 也就是之前的 Gas Global Berhad，Opcom 的这一间子公司 Opcom Cable Sdn Bhd，Data Prep Holdings Berhad，还有 Standard Group。 那么这个 Standard Group 呢，现在已经给 MFCB 所收购了啦。接下来讲一讲 Betamax 的未来计划。第一个，他会做 R&D 来研发新的产品。公司计划呢是会研发一些有潜力的新产品，包括电子、感应器、执行器、网络连接等等相关的汽车零件。那目前公司呢，其实会跟客户还有一些 partner 一起来进行 R&D， 包括软件、AI、5G、云端等的这些汽车工程设计。所以从 IPO 资金上面呢，他们会拿7个 million 来花在这个 R&D 上面。第二个未来计划，它会扩建还有升级他们的 facilities。IPO 资金的 6.5 million 他们会用于建造 R&D 工作室、仓库还有 Rawang 工厂的一些 facilities。另外3个 million 他们会用来购买新的器材，包括自动化的机器来响应这个工业 4.0， 而且可以改善公司的运作效率。Betamax 呢是没有设定 dividend policy 的。那么根据 IPO 报告里面有的数据， Betamax 在2021财政年，马来西亚的这个 Commercial and Passengers 汽车里面，单 Infotainment Systems 这一块领域的 market share 是有 23.6% 的。而如果只是 Passenger 汽车，不要 Commercial 汽车的话， market share 就高达 26.6%。此外还有一个数据给大家看，就是在2021年马来西亚的 Perodua 汽车的销售量呢是有190291辆，而在这当中 Betamax 就供应了其中的 63.2%， 也就是120,335辆。所以如果你是在2021年买 Perodua 的车，那么你有 63% 的几率里面的这个零件是由 Betamax 所制造的。此外 Betamax 大约 70% 的 purchase value 是以美金来交易的，所以美金对马币上升其实会对公司利空。如果你有意在网上开个股票户口，欢迎你 PM 我01739260020，现在 online 就可以开到户口，非常方便。那么以上就是我对这只 IPO 股 Betamax 把它的分享，你对它有什么看法？你会不会认购它的 IPO 呢？
欢迎你 comment 一起讨论，告诉我。欢迎 join 我所有的资讯分享平台，包括我的 Telegram Channel、Instagram、Facebook Group， 还有 YouTube Channel， 还有点击下面蓝色的 Join button join 我的 YouTube Membership， 他们的 link 全部都在 description 里面啦。谢谢你的收看，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不错，欢迎你 like and share 分享给更多朋友看到。我是迪夏，谢谢大家，拜拜。